比特币有可能出现黑天鹅吗？川普怎么又领先了？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正走一个下降的通道。其实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当中啊，我们也有看到非常类似的下降通道，而且就在我们相同或者类似的周期当中，你可以发现，当时我们在小牛走完呢，我们也先走了一个下降通道，然后我们随后呢又震荡了一下，中间当然有312的下跌之后，我们才又开始暴涨。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市场阶段呢，非常的相似，或者说很雷同哦。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段很大很长时间的震荡之前呢，我们也迎来了一波很狂暴的上涨啊。这波上涨大概是300多%，从15000一直涨到47000，大概是300多%左右。其实我们当时在小牛市呢，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涨幅。你可以观察到，这里是340，那我们这次是375%，其实差不多。而且我们当时呢，也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开始了降息的周期。当时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开始降息了。那降息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先开始缓跌，后来才是变成急跌暴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也即将迎来降息。我们在9月18号呢，不管降1码降2码，但是一定会降，而且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减半呢，也大约是在4月20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位置。其实跟我们当时的状况是非常雷同的。当时的减半呢，大概在这里左右。所以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它的市场阶段呢，真的是很相似的，甚至市场的情绪也很相似。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牛市，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走大牛。不过当时就是在这里硬生生的震荡了非常非常久。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呢，自从碰到小牛的顶部，一直到我们在突破这个高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走了400-500天了。超过500天哦，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呢，当时我们还迎来了一波暴跌。一开始我们都很规范的走在这个震荡的区间之内，那随后呢，我们突破。那这个突破它其实走得非常不强势哦。当时在这里突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呢说他进去了，然后后来你可以看到，我就直接迎来312直接非常夸张哦，这个比腰斩还要更惨的，当时很多人不管是现货啊、合约啊各种可以做多的这种方式基本上都从这个位置就进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暴跌因为当时其实它上涨的过程呢，你可以看到 K 线也是长度不够，然后量能也不够，你可以观察到。然后随后呢，我们就这里的上涨又多之后就暴跌了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这一波上涨的杠杆是持续不到我们3浪的因为中间有很大的洗盘那你可以看到，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很有可能也走很类似的行情，或者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先走一个通道的震荡下跌这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们这轮牛市一直到目前为止呢或者是说呢，一直到我们今年的3月初为止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牛市好像走得太快了，对不对？很有可能呢，就会因为我们之后的这段很长时间的震荡慢慢的把我们这轮牛市呢，跟我们之前的几轮的周期给慢慢的重合起来我认为现在就在走这样的阶段那我们这里的震荡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为了要让筹码换手。那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轻杠杆的动作呢？其实我们从15000到74000呢是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轻杠杆的动作的，它也很有可能在这里就走出来因为我们这里也是一段上涨之后的回调的阶段嘛，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上一轮牛市这样子因为市场被清的不够干净了，其实我们就没有理由上涨，它上涨就不可能走得很强劲。那我也认为我们要慎防这种黑天鹅的状况你说出现也绝对不是不可能的对，当然你说会因为什么事情推动，这个确实无法判断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是有这样的条件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日线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盘面呢，虽然说是震荡没问题可是其实我们震荡呢也越震的越走越弱越走越弱。我们原本认为6万是很重要的支撑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随后呢在这里在下面只待了2-3天就上去了在这里大概待了10天左右。那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次在6万以下待那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回到上面去已经待了17天了。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6万的这个支撑呢它现在就是回不去，我们当前的盘面就是回不去。所以其实虽然说在震荡，但是这个震荡的过程是越来越弱的，盘面越走越弱。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再切小到4小时
到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呢，或许会有很多人想要用趋势线或者形态的边界呢来去规范我们这段的震荡可是你可以发现，如果说一个形态或者说一个我们规范出来的区间它在突破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出量能那么这个突破或者跌破呢也是无效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说它跌破呢？可以，可是它下跌的过程不够连续，而且它的 K 线也不够大长度不够，量能也不够，那么这种突破我们就应该把它视为是无效的。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它确实有在收敛不过它的突破有不有效，顺不顺利呢？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那通常到了形态的末尾呢，再出方向，通常这都不是真的方向，通常都还会在持续的震荡好，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入金$100就送你15万颗的 DOGS 这是一个新的币种。那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呢，来到这个界面，下面都会有很详细你要参与活动的过程他都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注册啦、KYC 啦、入金入金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到15万颗的 DOGS。那么这些 DOGS 你可以直接卖掉价值大概是$300。那这$300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对，你就可以直接提币走。那这个活动只剩下5天多一点点的时间这种活动是不常有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国总统的在 Polymarket 上面的下注状况好了。目前呢，川普是以52%领先贺锦丽的47%。你可以发现，就在短短的几天呢，川普已经从原本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你可以发现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其实它写的蛮明确的如果说是红色、深红色或深蓝色呢，基本上那这个选区就是铁票区因为美国人是特有的选举人制度，要把一个州完全翻盘过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深红色或深绿色呢，就代表说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投票结果都没有做改变比如说像德州，它就是很传统共和党会拿下的州基本上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就没有可能去失掉这个州。那像加州，它就很明确是民主党的州你要去翻盘那是极为困难的在过去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没有翻盘过。所以美国总统大选注意的呢，就是那些摇摆州而已那像这种深蓝色的，那就是民主党领先，但领先的差距不大于5%比如说密西根州啦、威斯康星州那像这个北卡罗来州还有乔治亚州呢，就是由共和党领先，但领先也不超过5%如果你熟悉选举生态、选举民调的朋友呢，你一定就知道，其实民调有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误差。那像这种灰色就是互有领先，但都不超过5%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啦、亚利桑那州啦，还有内华达州啦等等的那其实这一次就是逆转了宾夕法尼亚州。你可以看到呢最近其实发生了蛮多新的消息比如说它也是甘乃迪不过它是小罗伯特甘乃迪被刺杀的那个他也叫做罗伯特甘乃迪那他是被刺杀那个人的侄子他是民主党的，他原本是想争取总统候选人不过后来是拜登出任，所以他就独立参选。那他现在有可能会从美国大选当中退出，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赢的几率不过他是很支持川普的他虽然退出，他有可能退出他退出的几率很高那他退出之后呢，他就会去支持川普所以让这个川普的胜选的可能性又大大的增加。然后又在我们上个礼拜呢，贺锦丽有发表一些这个比较偏向计划经济的这种政策所以就让贺锦丽的胜率呢又下降了一些那现在来看，川普他胜选的几率也是不小的或者说比贺锦丽高一点然后在宾州呢，川普已经逆转了原本贺锦丽的领先了你可以观察到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注意呢？因为其实当前全世界对于加密货币影响最大的国家一定是美国。那美国总统的态度是很关键的，而且选举就在11月初我们就要进行了现在已经快要9月了你可以想想看这基本上是2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所以我们会很仔细的去注意这个选情。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